陈洛，妈妈最近特别忙，就不在家里住了，没有人盯着你，自觉一点啊，听外公话。妈，我一直都很自觉的。放心吧，他一直挺自讲的。妈，今晚你在家吗？吃完饭就走。最近都是你来值班。嗯。给小玉加上。吃吧。吃哪个菜？哼，老婆跑了吧？哈哈，您怎么也听别人乱讲呢？跑什么呢？刚才我们在公司还一起商量事呢。别演了，乔姑都跟我说了。他怎么知道的？洛天宝跟他说的。舌头没有不碰牙的，锅也没有不碰勺子的。两口子吵架这件小事情，那不是很正常吗？你干嘛要操这个心呢？当年我那么拦你，你是要死要活的去追他，还说叔啊，我非他不娶，啊，你没忘记吧？现在怎么样呢？现在那么难都过来了，难道这点事情还守不住吗？你这个东西真的叫什么？叫做打江山易，守江山难。这个是说的没错啊，但那么多人都跟着你们呢，你们要拿出点领导的气骨来，好吧？哎呀，员工要是都知道的话，人心就乱了。我跟您讲啊，就不考虑公司，我单纯考虑这个家，我又何尝不想让他回来呢？那就得把他接回来了。您等我过2天踏踏实实再去不行吗？我马上飞欧洲，你不要老催我好吧？你飞归你飞，但是家你要把它搞踏实，不然你飞的也不踏实啊。玉柱这个人你不是不了解，一旦要把他惹急的话，哎，这是因为什么吵起来的？小事情，小事，小事。骆玉柱是计较小事的人嘛，就别跟我来这一套了。谁啊？我。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上里边坐。您随便坐，我给您倒点水。有老公有孩子的，怎么就住在这里了？酒店没有好的绿茶。这2天见了陈良和了吗？见了，在公司见了。整个人瘦了一圈，跟丢了魂一样的，让人看了心疼。他这样怎么就能够工作呢？玉柱，叔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当年叔对不起你，你进这个家门真是太难了。你说你跟江河分隔了8年，又重新聚在一块儿，真是不容易。怎么现在就说走就走了呢？叔，我没想走。那就回去，跟叔回家。他陈江河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叔给你做主。风筝没有线，飞不高。你就是陈江河的一根线。
沈江河，我告诉你啊，以后要再出现这样的事情，你就给我滚出去，滚出去！叔，进去坐会儿吧。啊，我就不进去，我回我自己的家，我习惯那里了，啊，好，放心。慢点开啊。嗯。你穿成这样，是一会儿还要出去谈事儿吗？没有啊。那干嘛穿成这样？哎呀！哎呀，哎，你晚上是不是一直在上网啊？没有啊，那你打什么哈欠呢？你们传染我的，你们打不让我打呀。学习这件事情，完全都要靠自觉。陈总，
这有份传单，得需要你过去。闹总，陈总的。 王旭，村长，哎，你看，谁来了？秋妍，你怎么来了？Bueno. These accessories are severely poisoned with an excessive lead content. And where do they come from? From China. The Chinese name of this brand is Wanzhou. Ah, so cunning. Just a small dot difference. This word should be Yu. But the jewelry from Yuzhou Corporate has passed the safety test. Have these products passed the safety test? It doesn't include that these workers are exposed to the danger and risk of working in a polluted environment. I strongly suggest that related products from China should be thoroughly investigated. 这不害人吗？这怎么办？这完彻底完了，这下怎么办呢？这啊，吴姐，什么要完了呀？哎，玉珠啊，你别提了。来，你看看，你看看。哎，你说这美国人不是有病吗？把玩具的标准又给提高了。我家厂里那批玩具刚准备要出口呢，这下不全废了吗？你说？人正不怕影子斜，你家产品质量挺好的，你怕什么呀？哎，按最新的标准，我们家确实有几项超标了。没事儿，吴姐，你本事那么大，什么都能解决。就你会逗我开心。你们做完了吗？做完了，那你做吧。行，那我先去了。哎，回头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好吧啊。好的。闲事管得够宽的啊。做美容的杨总，不用那么勤吧，已经够漂亮了。冉文雄找我，是你安排的吧？我就觉得你长得这么好看，没有人看，多可惜啊！骆玉珠，这一笔我记着啊。别客气，不用谢了。是我。手势超标，怀疑工人长期暴露在铅中毒环境。欧盟新标准将出台，对中国首饰5金启动调查。哎，来怎么也不给我打声招呼啊？你手机不是没信号吗？怎么跟你打招呼啊？你这，哎，你下次记得说一声啊。
谁把我袜子和内裤给洗了？你还好意思说呀？我洗的，再不洗的话都长毛了，臭死了。进去换衣服。你以后别动我东西了。秋月，你进来。啊？你赶紧进来。你看。我得马上回家。周总，您看一下，这是国外10几个代销商的退货单，都在这儿了。给陈总送了吗？我去了好几趟了，他谁都不让进，中午饭都没出来吃。你去工厂？先开一个新闻发布会，澄清一下我们的产品没有问题。你是不是去工厂了？销往欧洲的货降价处理，其他的货售到其他地区。我在问你问题，你听听好，你是不是去工厂了？欧洲市场可能我们要考虑暂时放弃，等时机。暂时放弃，等时机，那然后呢？然后你给我少抽点烟，注意一下你在公司的董事长形象。好，你跟我讲形象是吧？我现在也跟你讲讲形象。你知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挽回我们玉珠集团的形象？就是召回欧洲所有的产品停工停产。陈董事长，1995年那个假货事件之后，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气。你是在做生意，不是在跟谁赌气。我没有赌气啊，我非常理性的一直在想问题，我想了一整天呢。但是非常不幸的是，我想的东西都跟你一模一样，就是怎么淘宝。但问题那是错的，你知道吗？那什么叫对的？你想了一整天办法，你算过账没有？这样我们要损失多少钱？拿什么养员工？停到什么时候？停到我们找到符合欧洲标准的材料。这就是你认为对的危机处理。罗总，人也好，事也罢，危机存亡之秋，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壮士断腕。老话你有没有听说过？哎，我读书少，我真的听不懂。我只知道无论如何生产不能停。我已经给东南亚的销售商打过电话了，3天以后可以把货发过去。那我通知你一下，我已经跟各个工厂都交代清楚了，让他们停工停产。我知道，所以我去了工厂，让他们恢复生产。我陈江河通知各个工厂，从现在开始，生产事宜听我一个人指挥，没有我的命令，任何厂家不得擅自恢复。你说这个签取消这个事儿，哎，金水哥，哎，金水哥，金水哥，你看这报纸上写的是咱们中国的首饰签超标，欧盟要介入调查。您说您这股份撤的也够及时的，要不然也跟着受损失了。要不怎么说这姜是老的辣呢？来，该你走了，上马。哎，这来。
收拾行李，怕他看出来。小月，干嘛呢？哎呦，来让叔叔看看。哎呦，小月，听叔叔说啊，明天呢，叔叔就要跟这个漂亮阿姨呀走了。你乖乖的跟着爷爷在这儿好好的念书，等着叔叔回来，好不好？不过，你是个坚强的孩子，是不是？小月，不许哭，不许哭，把眼泪擦干净，把眼泪擦干净。还记不记得叔叔给你讲的过去的事情啊？爸爸没有了，妈妈抱着叔叔说什么了？不要哭，要坚强，要让别人瞧得起我们，对不对？对不对？咱们都好好的学手语，学好手语，叔叔就能给你讲爸爸妈妈的事情了。虽然这对你有点太残忍了，但是再苦再难，咱们总得面对呀。就像叔叔小时候爸爸没了，现在家里又发生那么多的事情，但是我相信这些总会过去的，会过去的。
借龟去虾。费尔南德占领了道德高点，所以不管我们怎么解释都是被动的，人们会先入为主，赞同他，否定我们。所以我们不能做无力的辩解。越辩解越糟糕。行啊，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深了。秋元同学，什么时候到这个高度的？我怎么就够深的了？我了解这些，只不过是因为我爸曾经写过一篇论文，但是没有写完。论文主要讲的就是商品不只有商品性，还有人性跟周期性。后来是我帮他完成的。哎，在哪儿呢？给我看看。我才不给你看。哎，你别这么小气行不行啊？你傻呀？我能随身带着吗？我本来打算用这篇论文报考斯坦福商学院的，想出去深造一下。斯坦福商学院，那可是最顶级的学校，你考上了？我考上就不回来了。我想可能是因为论文的作者不能有2个，这样算违规吧？我把我爸的名字也写在上面了。哎，庆幸，庆幸啊！庆幸你没考上，不然的话，我又得等好几年啊。干什么？没事，喝水。我问你等什么？你说清楚啊！哎，对了，既然咱们已经知道了对手的战术，我们就得考虑一下该如何应付了。来，你看，怎么了？玉珠公司出雷了，这要比造假那次的事还大，你马上去问问。我已经问过了，我怕您着急，就没跟你说。我哥跟我姐还因为这事儿大吵了一架，2个人意见不统一。这也不应该说呀就出来了。陈家可是想学邱云杰当年广场烧货那招，可这回不一样，这个事情多大呀！咱也不能由他认着性子来了，也不知道陆伟珠能不能拦得住他。妈，啊，是我，我们到义乌了。你赶紧跟我爸说，他们这招叫做借龟去虾，咱们不能躲，要从宣传上下手。我爸也想到了。好，那我们一会儿去公司找你。好，好，我知道了。妈，秋元。咱们一会儿去公司要小心点，门口全是记者，还有商城还不能去。现在铺天盖地的全是负面消息。我妈说一会儿让咱们去公司搞一个新闻发布会，会有几个饰品厂商也跟咱们一起参加。还按原计划吗？既然费尔南德用了借龟去虾这招，我们怎么也得表示表示。你能保证查不出问题来？3个月前，玉珠集团刚做完内部体检，放心吧。哎，来，春玲来，快！给我5分钟，一会儿带你们去抢新闻，别着急。大家都听好了，王总已经派了6辆验血车赶往各厂，为那里的工人做免费的验血活动。作为公司的员工，我们要积极参与玉珠集团的这次献血活动。各部门迅速协调新闻媒体，还有各厂的卫生部，我们要打好这一仗，一定要把这次公益广告做好，而且声势越大越好，明白吗？明白。好，去吧。来，各位记者朋友来。走。邱总，这是您的盔甲，谢谢。
这个事您就别担心了，我不是路上都跟您说好了吗？是吗？你看，哎，你小子还真行啊，比你爸可猛多了啊！这叫什么呀？兵走险棋。哎，对了，夏伯伯，你可给我电话里说有信心的，没有问题吧？是啊，肯定没问题。几个月前刚提现货，啊，其他的我可不敢保证啊。好，我们啊做事情就得做到明面上，至少我们自己先要做到主动。大家伙的思想工作都做得差不多了吧？工人们都愿意配合，毕竟是免费检查嘛。厂长好，王总。哎，大狗，你不晕血吧？啊，大老爷们儿哪能呢？我今天要限400呢。好啊，行，这样，一会儿献血，凡是验血合格、有主动献血的，玉珠集团给大家伙发补助，好不好？还有什么钱啊？大伙儿前段时间被这新闻整得够呛，今天都去给我献。就是，我们不奉献，谁奉献啊？来，跟我来。来。您好，请问这次献血活动您有什么感想呢？天宝，巧姑姐，这个是一些烟跟一些酒，还有这里面是一些衣服，都是摊位上自己卖的，拿着。姐，这我不能要啊！哎呀，你就拿着吧，其实是一点点心意。这回你真的是帮了我们家一个大忙，要不是有你的话，那不是应该的吗？再怎么说，咱们都是一家人。再说这要是让我姐知道了，她肯定得说我呀。这什么话呀？你姐就是我姐，你也是我的兄弟。那姐给的东西你能不要吗？不要，就是瞧不起姐啊。那什么呢？你就收下吧。好吧。行了，你上班吧，我走了啊。再见。你看你这身体，就不该献那么多血。就是，这身体还献血，慢点。夏伯伯啊，咱们这有红糖吗？哦，我去准备。好，大哥，走。你逞什么能啊？我没事儿。什么没事儿啊？刚才一下就晕倒了，你吓死我了。哎，对了，我妈看见没有？看见了，说他这儿子辛苦了。要是我爸也能看见就好了。你是小孩子呀，刚才还像个领导呢，现在怎么跟小孩一样？你去表扬吗？我没长大。我本来就没长大呢。哎，你还没夸我，你夸夸我，你夸夸我。我看你是没事儿了，那我走。哎，不是，哎，翠媛，哎呦，头晕，你过来，你借我靠靠。哎，不行，晕，哎晕死了。好吧。哎，你别摸我头发发型。你到底真的假的？是真的。哎呦，哎，疼！跟你聊这么一会儿啊，我是真的觉得你的实际年龄跟心理年龄严重不符。杨总真是好眼力，我心理年龄确实比看上去要老一些，可能是因为经历过一些事情，让我的心跑得快一点吧。我可以问问你，经历了些什么吗？我父亲去世那年，我出了国。我们两个有相同的经历，同样遭遇过重创。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杨氏的危机已经解决了，我求贤若渴，我可以出双倍的年薪聘请你，附加条件我们都可以谈。
难道就真的没有可能了吗？这家商学院是世界上排名第1，也是我前一段时间最想收到的录取通知书，是我恩师极力向我推荐的，所以我选择放弃。因为玉珠集团，我跟玉珠集团不是雇佣关系，更跟金钱无关。因为王旭，还是你干爸干妈？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成为很好的姐妹，甚至好朋友。在我这儿，你不会成为附属品。附属品，梁总，你有点挑拨啊。秋妍，我是真的很关注你。很遗憾。好吧，答应我，我们就当今天没有见过面，好吗？我不想让他们知道。Everybody, listen to me. I have news from Yiwu. Chen is on his way here. He will explain all the problems when he arrives. For now, I guarantee there is no problem with any of these products. And we will have the price reduction. Nobody wants poison protection, I think. Look, just be patient, okay? 有了您的帮助，我终于可以跟董事会交差了。又收获这么大量的食品或进件，对我们来讲是从来没有过的。阮先生，您这么帮我，我真是无以回报。要不这样吧，我们杨氏一定会尽力帮你打开国内市场。杨小姐，客气。真的不打算再有附加条件吗？你千万不要多想。我袁文雄从商那么多年，靠的不是趁火打劫。如果玉珠集团需要我帮忙，我也会答应。只不过效仿不了杨氏，减不到量而已。但是有一些外国的媒体说我们的工人是在有毒的环境中工作的，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极其不负责任的。所以我们在搞这次献血的活动。好像玉珠集团我们的工人不需要我帮忙。的血液，而且玉珠集团还会向社会不断的献出那这个是他们的公职吗？这个是骆玉珠的大儿子王旭。老子英雄，儿子好汉。为自己的公关总算做得不错，这家族有义气。来，你这鼻炎够厉害的呀，来势汹汹啊！这还算好的呢，以前更严重。怎么弄的呀？真想知道啊？我跟我妈去美国以后，就没出过她家里一天。我寄宿，住大学生宿舍。后来呢，就开始勤工俭学，自己租了一个房子，搬地下室。可能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病根吧。就是那种又潮又阴的地下室。就是经常会有蟑螂出没。晚上的时候呢，还会有老鼠。就因为这个，我还养了一只呢。小老鼠啊，晚上叫的都睡不着觉。我觉得你要是住在那儿，你肯定会被吓死的。干
嘛啊？不是去公司吗？我认识一个老中医。赶紧去公司吧，我还有事儿呢。哎，秋元，你赶紧把你的这鼻炎病根给我治好了，不然的话，你别给我去公司啊！别闹了，又不是什么大病。行了，别废话，这事儿听我的。还挺厉害。阮先生，不好意思啊，请您代销的东南亚的协议恐怕无法履行了。董事会还没有通过，还好我们只是草签。不过，给您带来的不便，也真是对不起了。我们原始从来不跟人家草签了，签了就要执行。我不是跟你说。我是让你转达给一些麻烦的董事。杨小姐，先生说，如果你为100个活跃，也可以，我担得起。阮先生，现在我在楼上，能不能一起吃个饭？哎，千万别往下挖。有空告诉你。我是知道你们董事会的人很难搞，所以我赶过来。阮先生，我现在不得不怀疑，我的董事会是不是有你的卧底？我是饿着赶过来，吃好才有好心情。你怎么知道我有恐高症的？上次在你公司见面，我送你下楼，电梯停了一下，突然看见你的脸色很难看，我就知道你是缺乏安全感。阮先生，你太可怕了。哪里？只是敏感而已。我对接触过的人有一种天生的直觉。很遗憾，我的董事会没有通过这份协议。你这个问题在哪里？因为他们是你爸爸留下的人，老人，他们在等着你出错。所以那一次欧洲市场就是个例子。10年以后，这些老人一直在等着看笑话，你把货评价传给我，他们就抓着这个话题大做文章。你觉得他们跟你怎么说？会找一个德高望重的人跟你抗衡，然后把货转到那个国内市场保持利润，在暗中接触那些上市公司，准备吞并杨氏。假使遇到黄金涨价，保证他们这些老人可以获利离开。干嘛用这个眼神看我？据我所知，我董事会里的人已经有人在这样做了。阮文雄，我绝对没有跟他们任何一个人接触。杨小姐，你觉得我们阮氏有这个必要吗？那你怎么能猜得这么准？因为我也经历过，在我爸爸去世那年，我的元老们也是这样对付过我的，而且比你更加变本加厉。所以我有10000个办法帮你对付他们。
我还是想回来给你们做饭，我舍不得你们，我都跟我老公说好了，他们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去，反正我是不走了。那你出门口干嘛？我都饿死了，还不赶紧去做饭去？哎。小鹿，哎呀，你都想死你了！哎呀，你回来了，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没有，姨回老家拿点东西去。赵姨回来了。哎，回来了。快帮姨把箱子抬上去啊！来，我帮你拿好东西了。小谢，一会儿姨下来给你做好吃的啊。好。干嘛呢？熬药呢。熬药？谁病了？秋妍的鼻炎犯了，我今天带她去了趟中医那儿，看了看。他人呢？在楼上呢吧？好像是写什么调研报告。熬你的。哦。干嘛？小徐说你鼻炎犯了啊，老毛病了，在下面熬药呢，我都没见过他那样。挺好，会疼人。哎，这一点要特别感谢你干爸，榜样做得好。其实没多大的事儿，被他这么一弄，我还觉得挺不好意思的。他会心疼女孩子多好啊！在忙什么呢？我刚回来的时候，干爸交给我的任务，他让我做公司问题上的一个调研。哦，挺好的。公司现在一些状况，确实需要一个明白人总结总结。怎么样？有没有调研出什么结果？还是有一些问题吧。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可能是因为我们平时太满足于利润的增长，而忽略了产品的更新换代。当然了，这是很多国内的公司都会犯的一些低级的错误。就像老话说的“温水煮青蛙”嘛。低级错误。看来你干爸让你做这个调研真的是很有必要，不光是对公司有帮助，其实对你也有一些帮助。国内市场你真的不太熟，当然这不怪你，你一直在国外嘛。对。其实你干爸力主进军欧洲，你怎么看？我很理解干爸的想法，进军欧洲是为了以市场倒逼产品升级，道理是没有错的。但是爷爷，你觉不觉得任何事情其实都讲究一个时机跟节奏？我倒是认为你干爸有一些操之过急。其实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我们这几年没有跟上欧洲市场，忽略了新材料的研发，所以才导致我们陷入被动，只能以价格战取胜。没有关系，慢慢来。调研本身就是需要时间的，等你真的调研透了，你就会发现所谓的温水煮青蛙是有各种原因的。你们俩聊什么呢？热火朝天的。哎，赶紧趁热把药喝。谢谢。好，你先喝药啊。来吧。爷爷，其实你做国内公司的调研，可以来问问干妈的。不管怎么样，这么多年是干妈在管理国内的公司，有一些实战经验，好的坏的，我都是可以跟你分享的。有需要随时来找我。怎么了？没什么。要小心点，烫。这个
个都不行吗？实话讲啊，钟老，我们集团整个这段时间是所有人都杀出去了，国内国外都找了个遍，发现找这个能够达标的材料太难了。为什么要把您请过来？就国内而言，首饰材料这一块，您不仅是专家了，您是权威，所以您可能一句话对我就很管用。我想让您跟我讲，让我踏实。您告诉我，我现在实在找不到的情况下，我找人先去给我研制这个材料，您觉得有可能性？既然欧盟出了新的标准，我相信现在有很多团队都在研制这种新型材料。如果您要去找的话，您会找到的。但是啊，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没有人能保证能在短时间内把它研发出来。也许半年、1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您的企业能等得起吗？我还是很佩服你们的这种执着，希望你们成功。您是专家，请您来一次特别不容易。那这样安排饭吧，安排饭，然后我们今天就在这个地方啊，请钟老。您就别客气了，我知道您现在没这个心情，改天吧。那我先走了。辛苦您，钟老。妍妍，送钟老回家。您这边请。您慢走啊，别误。罗总，你看，还是什么都不吃。等等。停工停产的事情已经这样了，现有的货能不能交给我来处理？不管你要干什么，至少可以给你多争取点时间。快到年底了，给员工发奖金的钱都没有，陈总是不是也应该为跟着你的人想想呢？先吃饭吧。你是一家之主，你要不吃饭，这个家没有人有脸吃饭。好的，那马上安排他们入住吧。明天早上我会到酒店见他们。如果他们问到欧洲的事情，就大大方方的讲，但是你一定要强调，我们一直对东南亚市场非常感兴趣。好吧，先这样。骆总，这单子麻烦您签个字。陈董还没签，我怎么签呢？陈董他怎么了？
陈董问这个会他是不是一定要参加，他有点不舒服。你转告陈董，开完这个会他就舒服了。各位稍等。陈总是准备站在那里开会吗？对。邱妍妍，开始吧。好。是这样，我们已经扩展到全国来寻找这个新的材料，能够达到欧盟新标准的只有3种，但是专利权还是在人家的手里，而且成本非常的高。今天找各位来开这个会呢，主要是还是这个新材料的研发这一块儿。说2点，第一点，我们不能走常规的途径了。常规的途径一定有人走过，走不通就是它的道理。第二，时间成本，公司目前的状况我们等不起，所以我希望各位能够集思广益，找到一些别的方法。比如说，我们义乌有一个玩具商，老板娘姓吴，我叫她吴姐。据我所知，他们在2年前就已经在接触新材料的这一块。同行是冤家。首先，他找新材料，他们家就有救了啊。其次，就算人家知道的话，你问他，人家能告诉我们吗？是这样的，陈董，第一，我们不算是完全的同行，他们做玩具，我们做饰品。第二呢，非常时期有非常时期的方法。那陈董的意思是，要不要试一下？喂，哎，吴姐，玉珠啊，是这样的，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可能要给你添麻烦了啊。你说什么事儿？是这样的，欧盟这个新的标准对我们这个行业打击也挺大的。我知道你们家其实2年前就在接触新材料的这一块，我的这个问题可能会让你有些为难啊。啊，我知道，你找卢教授啊？谁？就你儿子那所学校。新材料实验室的卢教授，我会把他信息发给你的。玉珠，你别着急啊，我相信有他出面，你一定能渡过难关的啊。吴姐真的是，回头再说，大恩不言谢，好吧？啊，玉珠，哎，您说，我们好久没见面了，我想约姐几个在一起坐坐，聊聊天。还真是，最近大家都太忙了，这件事情我来办，忙完这一阵儿我来组这个局。那好吧，我等你啊。再见，吴姐。再见。这个罗教授我知道，确实是我们学校的，而且我还知道他现在正在研发一种新的材料，但是他不是做饰品用的。我不管他是做什么东西的，我也不管他是为了什么做的，拿到我们玉珠集团，他就是做饰品用的，试一试。那我们得做好思想准备。我听说这个老头是我们学校出了名的怪老头，外号叫公鸡炉，连我们校长都怕他。为什么叫公鸡？公鸡炉。可能就是因为脾气大好斗呗，反正学生都说他脾气特别古怪，很难打交道。罗教授的信息已经发过来了，这老头我来搞定吧。罗教授，荒唐！我知道，这种材料用来高精
尖的地方。哎，你们这些商人要用来做首饰，哎，荒唐！哎，不能乱动。妈，别乱动！没有。卢教授，我敬爱的卢老师，是这样，您看，我们这不是拿着义乌市政府介绍信来的吗？这跟商人怎么样没什么关系，但是这关系到中国首饰业行业前途命运脸面的问题。这样，您开个价好不好？开个价啊？什么价？就是这个。没价。亏你还是这里毕业的，那开口闭口就是钱。陆教授，陆教授，这是陈教授啊，您明天别忘了请翠园啊。不会嘛，谢谢他啊。听着，这一次是最后一次接待你们，以后不要再来烦我了。教授，王旭，陆教授，真是不好意思，我们就告辞了，不打扰您高精尖了。别说话了，教授说的太对了，一个学生就知道钱。回家你看我怎么收拾你，走。跟你爸打个电话，今天晚上回不去了。住哪儿啊？你们学校不是有招待所吗？拿不下他，我就不走。你看清楚那助手给他送的东西是什么了吗？没看清啊。祝寿的。老爷子明天大寿，秦翠园。妈，你不是想拿钱砸他吧？你又不是没看见。这个肯定对他来说没用啊！哎呀，这叫什么呀？这就是清高的大学教授。再清高，他是喝露水长大的，不也得食人间烟火吗？这是我算出这回的最大货量，除了运输费、手续费，还有分销商的杂费，至少我们要损失几千万。扛得住。陈总，梁小飞得见你，在门口，我拦不住他。来，先生，这也是我的公司 ，OK？ 我给你们签总是合伙人。小妍，请能给我倒一杯咖啡吗？谢谢。钱，你不能没有跟我沟通就下决定啊！而且教会这么大的货量，这些工作谁有去做？我吗？钱，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你应该听一听我的意见啊！钱，你不要这样啊！我知道错了，你在惩罚我吗？但是我们没有办呀。是这样的哈，我要去市政府开个会，跟领导约好了的。你有没有提前跟我约？你要是着急呢，就可以走；你要是不着急，愿意等的话，也请自便。好，那我就等，在这儿等。不可以，这是我的办公室，要等的话去那个房间，会议室。